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 AI 投资机会，可能让你在未来10年赚到比过去30年还要多的钱，你会相信吗？在21年11月开始，我就跟大家分析了英伟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无法替代的产品优势，而 Rich 在24年9月又跟大家分析了 Palantir 这家 AI 数据分析公司。结果呢，英伟达涨了超过10倍， Palantir 翻了4倍。有留意我们的朋友，很多都把握到了这次的 AI 浪潮。但是现在这些美国 AI 相关的股票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现在进场已经太晚了。经过我这几年的研究，我看到现在还有 AI 巨大机会还没有被挖掘，它就在中国，而目前中国 AI 还没有开始涨。在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文件，叫做《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这份文件可能会引爆一个比当年互联网加大10倍的超级机会，但是99%的投资者完全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还在看着美国 AI 股票的天价发呆，却错过了旁边这座还没有开采的金矿。如果你不想再错过这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机会，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敢说中国 AI 将会是下个10年最大的投资主题，那就请你一定要把这条影片看完，因为今天我要用30多年的投资经验告诉你一个可能改变你后半生的秘密。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点赞收藏，这样就不会找不到这条影片回看了。最近我参加完一个深圳 AI 人工智能大会，感受非常深，现场人山人海，那种热情，那种活力，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时代。很多人一听到泡沫2个字就很害怕，但在我看来，泡沫往往是伟大革命的序曲。没有泡沫，哪来的共识？没有共识，哪来的资金和人才涌入？关键是你能不能在泡沫破灭之前找到真正的黄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做这个淘金者。我们要搞清楚3个核心问题。第一，从宏观的康波周期来看，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位置？为什么说 AI 是下一个周期的引擎？第二，中国的 AI 发展究竟是吹牛还是真牛？跟美国比，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是像寒武纪那样已经暴涨的晶片股吗？还是有我们普通人还不知道的隐藏金矿？搞懂了这3个问题，你对未来10年的投资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蓝图。那我们就先从最大的宏观周期开始讲起。讲到宏观周期，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讲过康波周期。这个理论说，全球经济大概每50到60年就会经历一个大的循环，从繁荣、衰退、萧条到复苏，而推动这个大循环的核心动力就是技术革命。大家可以把经济周期想象成一辆长途火车，每一次技术革命就像是给这辆火车换上一个全新的马力更强大的引擎。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引擎带来了纺织和铁路的繁荣，后来的电力引擎催生了化工和汽车产业。上一个周期，也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是信息年代这个引擎，它给我们带来了个人电脑、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把个人和企业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也造就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牛市。在这信息年代领军的 Intel 和微软，股价也曾经涨了许多年许多倍。但是任何引擎都有它的极限，当一个技术革命的潜力被挖掘的差不多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慢下来，甚至进入萧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信息技术这个引擎，它的红利已经吃到头了， Intel 股价也跌了不少。过去几年，保护主义抬头逆，把全球化贸易变成了逆全球化。再加上美国天文数字的国债，美联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量化宽松来振兴经济，这些都标志着上一个周期的结束。但就在这个旧引擎快要熄火的时候，一个马力强大到超乎想象的新引擎已经在旁边轰鸣作响了。这个新引擎就是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历史时刻。我们正处于2个周期的交界点，旧周期的结束会带来混乱、衰退，甚至是我们之前影片讲过的大萧条，但同时新周期的开启又会带来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和100年一遇的投资机会。因为 AI 跟过去所有的技术革命都不一样，
蒸汽机和电力是延伸了人类的体力，互联网是延伸了人类的资讯获取能力，而 AI 它第一次延伸了人类的智力。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正在重塑每一个行业的生产方式，从大规模标准化走向大规模个人化。过去我们生产1万件一模一样的衣服，成本很低。未来 AI 可以帮我们为1万个人生产1万件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个人需求的衣服，而成本可能比现在还低。这对生产力的提升是指数级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建立起这个宏观的视野。我们现在经历的短期市场波动，放在这个几十年一次的技术革命大浪潮里面，都只是小小的浪花，真正的大鱼是在浪潮之巅。看懂了这个大趋势，你才能在别人恐慌的时候看到机会，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保持冷静。那问题来了，既然 AI 是全球性的机会，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聚焦在中国呢？美国不是领先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解答第2个问题，中国的 AI 到底是吹牛还是真牛？讲到中美 AI 的比较，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美国肯定赢了。你看英伟达的晶片，全世界抢着要，但最先进的晶片中国买不到。你看 OpenAI 的 ChatGPT 多厉害，中国呢好像还在追赶，而且处处被美国阻扰。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没错，在最底层的基础技术，特别是高性能 AI 晶片的设计和制造上，美国目前确实是领先的。这就像一场 F1 赛车比赛，美国队造出了全世界最快的引擎，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我们必须承认。但是，一场赛车比赛光有引擎就够了吗？你还需要什么？你需要赛道，你需要赛车手，你还需要庞大的市场来支撑整个赛事的运营。而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有着美国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我用一个比喻，大家就明白了。如果说 AI 是一场全球性的 F1 大赛，美国的优势是提供了最顶级的引擎，也就是英伟达的晶片，但是中国它提供了全世界最大、最复杂、最多样化的赛道。什么是赛道？就是 AI 的应用场景。中国有14亿人口，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意味着任何一个 AI 应用在中国都能找到海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和优化。数据是 AI 的燃料，没有数据，再强的引擎也只是个摆设。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数据对比，你就知道中国的应用场景有多丰富了。在移动支付领域，2023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额达到7.39万亿美元。而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第三方综合支付交易规模预计将达到580.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约80万亿美元。而美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预计到2024年约为75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近94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买菜到坐地铁，从医院挂号到停车缴费，而美国人到现在还在用信用卡和现金。在电商领域，中国的电商发展水平远超美国，美国的电商渗透率约为16%，而中国在电商交易规模上已占全球4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电商第一大国。意味着中国人更习惯在线上生活，更容易接受新的数字化服务。再看看网约车，滴滴在中国市场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56亿，而 Uber 全球的月活跃用户数也只有9800万。更重要的是，滴滴不只是打车，它已经发展成一个超级平台，涵盖了出行、外卖、金融等各种服务。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生态系统。14亿人口每天产生的数据量是天文数字，而这些数据就是 AI 最好的食物。没有数据，再先进的 AI 算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想想看，全世界最大的电商市场在哪？在中国。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在哪？还是在中国。每天产生的短视频内容、外卖订单、网约车数据，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这些丰富到奢侈的应用场景，就是中国 AI 发展最肥沃的土壤。这就像一个新手司机，虽然他的车可能引擎差一点，但如果他能天天在全世界最复杂的赛道上练习，他的驾驶技术很快就会超过那些开着好车
却只能在简单赛道上跑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深圳 AI 大会回来后感受会那么深。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些新奇的 AI 产品，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 AI 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跟各行各业进行深度融合，从工业制造到医疗健康、无人驾驶、机械人、智能家电， AI 正在像水和电一样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里，改变了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这就引出了中国的第二个巨大优势：举国体制和政策执行力。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这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号角。在中国，当政府决定要全力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它能够调动的资源是超乎想象的。从国家级的科研投入到地方政府的补贴，再到国有企业的率先应用，这股力量一旦启动是非常可怕的。这就像当年中国决定要搞高铁一样，一开始很多人也怀疑，但结果呢？10几年时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里程最长、技术最先进的高铁网络。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是美国那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不具备的。当然，有人会担心中国的 AI 在被美国处处打击的情况下，能否突破重围。最近我参观了中国航天企业，看到中国的航天就是在被美国封锁的困境下，全国产化地做出了惊人成绩。中国都快要登陆月球了，有自己的整条晶片产业链也是迟早的事。讲回刚才提到的，美国在晶片领域阻挡中国企业获得最先进的产品，这就给了中国更大的机会来国产化和孵化像寒武纪这类企业。寒武纪被称为中国的英伟达，做 AI 晶片的。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晶片制裁的背景下，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是中国必须也必然要搞出自己的 AI 晶片，不能被别人卡脖子。所以你看，寒武纪的股价从2024年初的不到100元，一路飙升到2025年8月的1500多元，涨幅超过15倍。作为小股民，只有我们抓到像寒武纪这类企业，就能在中国 AI 发展中分到红利。这背后反映的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发展自主 AI 技术的强烈信心。当然，寒武纪现在的股价有没有泡沫？肯定有，他自己都发公告说产品还没完全搞定。但这个事件它是一个风向标，告诉我们资金已经开始疯狂涌入中国的 AI 产业链了。所以总结一下中美 AI 的博弈，美国的优势在于底层技术的深度，特别是晶片设计；中国的优势在于应用场景的广度和政策推动的力度。这不是一场谁能完胜谁的比赛，而是一场双雄并立、各有千秋的对决。美国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上领先，而中国在从1到 N 的大规模应用上潜力可能更大。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盯着美国的英伟达、微软，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同样会诞生世界级的 AI 巨头，而这些未来的巨头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甚至现在还处于被市场错杀或者忽略的阶段。他们的股价相对较低，以后增长的潜力也自然较大，我们在这里寻宝的回报也可能更高。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心里已经开始激动了。Papa， 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机会在哪里？别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第3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到底中国 AI 的投资机会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到之前影片讲过的 AI 4大浪潮。AI 带来的投资机会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硬件先行，软件跟上，应用爆发，最后是电力需求增加。这4个浪潮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的。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过的公司都获得了不错的回报，用10倍股的框架来看，这些股票现在都已经去到了被验证阶段。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投资智慧，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股票被市场错杀、被看漏的时候寻宝，而不是在被验证时才追高。当 Palantir、英伟达、和赛、富途这些股票被市场追捧的时候，他们已经涨了很多，要找下一波的机会。真正的财富是在别人还没有发现价值的时候，你就提前布局。首先是硬件浪潮，这个阶段核心就是 AI 晶片，没有强大的算力晶片，什么 AI 应用都是空中楼阁。美国在这方面确实领先，英伟达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2021年11月就分析了英伟达，当时它还在被看漏阶段，结果它涨了超过10倍，到了被验证的阶段，美国的硬件已经涨到不可思议的高了。
反而中国还有机会。正是因为美国的技术封锁，让中国企业要让自己有自主研发晶片的能力。我们看寒武纪的例子，这家公司短短1年多时间，股价暴涨超过15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整个市场对中国必须发展自主 AI 晶片的强烈预期。当你被人卡脖子的时候，你就必须自己造脖子。这种刚性需求是最强的投资逻辑。但是硬件浪潮不只是晶片，还包括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等。中国在这些领域其实已经有不少世界级的企业。在服务器领域，浪潮信息是全球 AI 服务器的龙头企业之一，联想也跻身全球前5。在存储领域，除了浪潮的存储产品，还有中科曙光的高性能存储系统。在网络设备方面，华为虽然受到制裁，但在国内市场依然强势。中兴通讯也是 5G 和数据中心网络的重要供应商。在内存和存储晶片领域，除了紫光，还有长江存储在 3D NAND 快闪记忆体方面的突破。甚至在一些细分领域，中国企业也开始崭露头角，比如液冷技术、高兰股份、英维克等公司在 AI 服务器散热方面有独特优势。在 AI 专用硬件方面，除了寒武纪，还有地平线、比特大陆等公司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发力。这些公司在 AI 时代会迎来第二春。为什么？因为 AI 对算力的需求是指数级增长的，而这些硬件就是算力的基础。硬件浪潮的特点就是技术门槛高，投入大，但一旦突破，护城河极深。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赛道，适合那些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并且相信中国科技实力的投资者。硬件有了，接下来就是软件。这里的软件主要指的是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这是 AI 的大脑决定了 AI 能有多聪明。在美国市场 ，Rich 看到 Palantir 这家 AI 数据分析公司。Rich 在2024年9月分析的时候，他还没有被市场充分认知。后来他也有不错的表现，证明了软件浪潮的投资价值。在这个领域，中国其实并不落后。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的通义千问，还有在推理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 DeepSeek， 以及字节跳动的豆包，各大公司都在研发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这些大模型的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 ChatGPT。特别是 DeepSeek， 它在推理能力和成本控制方面的表现，甚至让硅谷都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模型有一个天然优势，他们更懂中文，更懂中国文化。你想想看，一个 AI 要在中国市场成功，它必须理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商业逻辑，这是美国的 AI 模型很难做到的。所以在中国市场，本土的大模型公司有着天然的竞争优势。软件浪潮的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那些有技术实力、有资金投入、有应用场景的大公司。前面2个浪潮都是在为第3个浪潮做准备，应用浪潮才是 AI 真正创造价值的地方。这也是我认为机会最大的一个浪潮。在美国市场，我们在应用浪潮中看到了 Palantir 和 Lemonade。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Lemonade 是用 AI 革命保险行业，2家公司都展现了 AI 应用的巨大潜力。但是如果说美国有这样的 AI 应用机会，那中国的机会只会更大。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14亿人口，世界最大的制造业，最活跃的消费市场，这些都是 AI 应用的天然土壤。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在制造业， AI 可以做质量检测、预测性维护、智能排程。一个传统的工厂引入 AI 之后，效率可以提升30%以上。在自动驾驶领域，这是 AI 应用最具想象力的场景之一。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新能源车企，都在加速布局自动驾驶技术，而 Robotaxi 更是被认为是自动驾驶商业化的重要突破口。这个领域有一个关键的硬件，就是激光雷达。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何赛科技就是一个卖惨者，它的激光雷达产品已经被多家车企采用。在医疗领域， AI 可以辅助诊断、药物研发、个性化治疗，特别是在药物研发方面，我们在 GMT 里也讲过的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药明和联，这些公司都在用 AI 技术加速新药研发过程，最近也都有不错的涨幅，证明了市场对 AI 赋能药物研发的认可。平安好医生也因为 AI 的赋能，股价近期涨了不少。
但这些都可能只是开始。在教育领域 ，AI 可以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在金融领域 ，AI 可以做风险控制、智能投顾、反欺诈，每一个领域都是万亿级别的市场，而且这些应用很多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现在投资还能抓住这个浪潮的早期红利。应用浪潮的投资逻辑是什么？不是去找最纯正的 AI 公司，而是去找那些最懂得用 AI 来解决行业痛点的公司。他们可能是传统行业的龙头，但他们正在用 AI 进行自我革命。这些公司往往被市场低估，但潜力巨大。最后一个浪潮，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电力浪潮。AI 的训练和推理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随着 AI 应用的普及，全球的电力需求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在美国市场 ，Rich 分析过的 GEV 和 OKLO 就是很好的例子。GEV 专注于能源基础设施，而 OKLO 则是小型核反应堆技术的领导者。两家公司都受益于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你可能会问 ，AI 到底需要多少电力？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训练一个 GPT-4 级别的大模型需要消耗的电力相当于一个小城市数个月的用电量，而未来这样的大模型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你可以想象对电力的需求会有多惊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太阳能、风能、水电，中国的产能和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就拿风电来说，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也讲过这个板块。金风科技作为风电设备的龙头企业，最近也涨得不错，这就是受益于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当全世界都在为 AI 发展而担心电力供应的时候，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电力中心。那么具体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呢？电力浪潮的投资机会包括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商、电力运营商、智能电网技术公司等等。这个浪潮的特点是确定性极高，因为 AI 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是刚性的。总结一下 AI 的4大投资浪潮：一、硬件浪潮，高风险高回报，关注 AI 晶片和相关硬件设备；二、软件浪潮，相对稳健，关注大模型和平台公司；三、应用浪潮，机会最大，关注 AI 赋能的传统行业龙头；四、电力浪潮，确定性最高，关注清洁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通过前面这些例子，你可以看到，我们都准确把握到了每一个板块的标股。用10倍股的框架来看，这些都已经去到了被验证阶段。但关键是我们是在他们被市场错杀、被看漏的时候就提前布局的。这4个浪潮不是先后发生的，而是重叠进行的。现在硬件浪潮和软件浪潮已经开始，应用浪潮正在爆发，电力浪潮也初露端倪。作为投资者，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在不同的浪潮中进行配置。但记住一点，不管你选择哪个浪潮，都要用生意人的眼光去分析，看公司的基本面，看行业的发展前景，看管理层的执行能力。技术革命带来机会，但最终决定投资成败的还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讲到这里，一个关于中国 AI 投资的清晰蓝图就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从康波周期的宏观判断，到中美博弈的格局分析，再到4大投资浪潮的机会挖掘。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问题，Chief Papa， 你说的都很有道理，但具体到选股，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市场上这么多公司，我怎么知道哪家是真金，哪家是泡沫呢？怎么样才能在被市场错杀、被看漏的时候发现这些宝藏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看懂周期到选对行业公司，再到找准买卖点，这中间还需要一套系统的方法。这也就是我花了30多年时间，经历了2次输光本金的惨痛教训，才总结出来的投资心得。如果你想跟上这波 AI 浪潮，不想再错过像这样百年一遇的机会，我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GMT 会员计划。说实话，在 GMT 里，我们从来不会只是简单的告诉你买这个股票，卖那个股票，我们更注重的是每周通过指导，真正提升你的投资能力。就像我常说的，我们教的是钓鱼的方法，而不是只给你鱼，让你学会自己判断什么时候是被市场错杀、被看漏的机会，什么时候应该果断出手。我主要负责中概股和港股的分析，Rich 则专注于美股。
这样的分工让我们能够涵盖价值投资和动能趋势投资这两种不同的投资风格。前面提到的那些长得不错的公司，像何塞、Palantir、金风科技这些，还有其他我们成功捕捉到的标股，在 GMT 里都有更深入的分析过程。GMT 会员计划的详情我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了。相信我，今天你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将会是你未来10年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好了，今天我们从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聊了 AI 这个足以改变未来几十年的大趋势，以及它在中国的巨大机遇。我知道今天影片的资讯量非常大，可能需要你反复多看几遍才能完全消化。我建议大家收藏起这影片，看多几遍。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面对这样一个100年一遇的技术革命，我们普通人最大的风险不是买错了股票，而是无知和错过。无知是你看不到趋势的到来，错过是你看懂了趋势却没有行动的勇气。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每一次大的技术变革都是一次巨大的财富洗牌，有人被淘汰，也有人抓住机会实现阶层的跨越。关键在于你选择站在历史的哪一边。我希望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成为拥抱变革、抓住机遇的时代赢家。投资先求知，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你才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里找到那份属于你的确定性。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你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任何一期干货分享。把这条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条价值满满的影片。记住，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下条影片再见。